在天光还微亮的时候，众人开始了今日的晚饭。没想到这海里还有这种好东西吃啊！海里的好东西多得很，以后大家会慢慢发现的。那小姑，海里还有什么好东西？哎呦，你这孩子，你小姑都说以后慢慢发现，你还一个劲儿的问。冷月看他这么好奇，就趁着吃饭的时候大致给他们讲讲。海里有螃蟹、海虾、大龙虾、海螺、章鱼、墨鱼，各种鱼类，海胆、海带等等，这些的味道都非常的鲜甜可口，营养也丰富，可以拿来清蒸、油炸、煎，各种爆炒，特别的好吃。许青云见冷月对海里的东西这么熟悉，不由得心生疑惑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知道海里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吃，也没有看到有哪个市场上卖过。那他是如何得知的呢？于是许青云他不由得把目光看向了冷月。冷月察觉到有人盯着他，便侧头看了过去。而林婆子看到这一幕，脑补又开始了。这个许秀才上次肯定是忽悠自己了，明明就喜欢他家闺女，喜欢得不得了，偏偏就死嘴硬不肯承认。难道秀才都害羞都矜持，需要等着他再次开口吗？啊，不，这种太矜持太害羞的女婿他还是不要了吧，扭扭捏捏的跟个女娃子一样，以后肯定成不了大事儿。许青云不知道自己这么一盯，又被林婆子给脑补了好几轮了。夜晚待众人睡下之后，冷月便闪进了公寓里。主人，你终于进来了，凌波好想你呀。俺也是。冷月瞥了他们一眼，便去洗澡了。每天都是这么经历的，他已经习惯了。凌波，还得多亏了你啊，要不是你这么仗义让我认主，如今这么好的生活我是万万想不到的。每次喝着美美的果汁和睡着这么舒服的沙发，花熊就是无比感叹。哼，动物界谁不知道我仗义呀？和我做朋友你赚了。花熊无语，得让他吹吧。虽然他很想说动物界没有几个认识你的，但是为了他开心就算了吧。冷月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思考着未来的规划。这边离老倭国和天喜国比较近，未来如果南部和他们两国打仗的话，肯定或多或少会波及到他们现在这边，但也不一定，毕竟是荒芜地带，没有人踏足，那两国也不会直接往这边来，肯定会先往江州那边去的。等到时候他把这边建好了，就去吸引更多的百姓过来安家落户。如果到时候那个瑞王阻碍，那他就去和他谈判，许一点好处给他。如果他还不答应的话，那就别怪他杀了他取而代之了。翌日一大早，大家就积极的起来忙碌了。按照昨天冷月说的，女人除草，男人挖地基和伐木，小孩子和老人则是去挖野菜和煮饭，分工十分的明确。小妹，咱们接下来要干啥？接下来就是建窑炉了。因为冷月要烧制岩石，然后烧出生石灰来制作水泥。考虑到这边台风天的破坏力惊人，所以冷月决定用最坚固的水泥来建房子。可是小妹，窑炉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建啊。我会，我之前在书上看到过制作方法，所以我来建就好了。你们今天的任务是去前面的山上运20车岩石下来这儿，到时候我要用的。小妹，岩石拿来建房子，这么大块，建房子会有缝隙的。很快的，他的疑惑就解决了。岩石我是拿来烧制的，到时候对建房子大有用处。那行，小妹，我知道了。其他人也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冷月点点头，随后考虑到许青云瘦弱又是个书生，就让他留下来给他帮忙。许青云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素质没有人家常年干农活的人好，所以也没有死要面子来证明自己，于是就乖巧地留在了冷月的身边。你们先去运岩石，我去一趟江州买1车青砖线。那月儿啊，你要小心点啊，要不还是让许秀才陪你去吧，毕竟江州你也没去过。娘，虎穴女儿都闯过，你还担心什么？在这儿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就行了。哦，对了，二嫂，你管好孩子们，别让他们在没有会游泳的大人陪伴下疯跑到海里去玩。小林氏笑着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最后在众人的目送下，冷月就单独骑着马走了。冷月被猝不及防的拦下，为何要突然拦下我？难道此路不给过吗？你是哪国人？为什么会从通往海国这条路过来？不会是邻国的探子吧？是不是所有往这边来的都是邻国的探子？邻国的人会有说这么标准国话的人？你也不长脑子想想。被他这一骂，几个人都是气得面红耳赤，正想着要不直接将他拿下就好了。瑞王便从后头负手走了过来。敢问姑娘，你为何从海域地区过来呢？那边可是荒无人烟的地方。冷月瞥了他一眼，淡声回道：
我是和我家人从北部逃亡过来的，听说海域这边未被开发，于是便打算定居在这儿，也能落得清静自在一些。冷月不怕现在告诉瑞王，因为瑞王后期可能也会发现那里落户了人家，与其到时候解释，不如现在就告诉他，起码在他面前过了个底，挂了个号，以后行事起来也方便。那里不安全，时常发大风，而且每次下雨雷电频繁，很容易出事。劝姑娘还是带着家人去其他州定居吧，现在益州还可以落户。我们来的时候早已打听清楚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没有什么其他事情，我要赶往江州买东西了。华元瑞见冷月不听劝，也没有办法，因为那里的地区没有设置州府管辖。虽然自己是南部的主人，但是这种无人管辖的区域，他也是无法强硬插手进去。于是华元瑞便挥手让士兵们给让开路，让冷月走。冷月见路一开，便策着马走了。在天色彻底暗了之后，冷月才带着9个奴隶回到了海域那边。月儿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认识的？这是我买回来的仆人，以后就是咱们冷家的人了。这话一出，不只是大人惊呆了，就连小孩子们都是震惊极了。他们是想不到冷月这么大的手笔，随随便便就买了9个奴仆回来。看来以后冷家的门庭要变了呀。过来吧，趁着现在人都在，来安排一下名字。最终名字的排序定下了，由42岁的中年男奴隶排首位，叫做冷一，紧接着就是41岁的中年女奴隶，叫做冷二，男的排行老3，女的排行老4，紧接着是会经商的男奴隶排行老5，擅长厨艺的男奴隶排行老6，会画图造房子的男奴隶排行老7，会制作机关的男奴隶排行老8，会医术的男奴隶排行老9。以后大家要记住他们的名字排序，不要搞错了。冷月认真地说道。众人听后忙点头，说知道了。向他们叮嘱完了，又转头对着那9个人说道：你们也务必把自己名字排序记住，因为这些名字的排序就代表着你们未来的身份，明白了吗？还有，之前承诺你们说有额外能力的，我会发月钱给你们，这个会落实到位。从明天起呢，每个月到5号，我都会按时给你们发1两银子，这只是开始，未来每个月100两都有可能的。而且你们先不管我要做什么，只要按照我的吩咐用心做事就好，其他的都不用操心。9个人听了他的话，每个人的眼中都迸发出了火光，那是对生活重新燃起的希望。月儿啊，你以后真要给他们发月钱啊？这个1两银子会不会多了？毕竟他们是你花了大钱买来的呀！啊，娘，1两银子其实不多，怎么说呢？他们个个都有自己的本领，未来肯定能帮到女儿我解决一些问题，所以1两银子真的不算多。林婆子一听到他们以后可以帮助到她的女儿，就没有再唧唧歪歪了。不过转头又想到，同样是仆人的姚桂花他们好像没有月钱。月儿，那姚桂花他们家人不给点月钱，买来的人都有，他们这些自愿卖身的，没有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啊，放心，有的。不过他们家的人能力有限，只能给他们200文1个月。等会儿呢，由您去告诉他们。冷月轻笑了一声。林婆子点点头，应下了。晚上，众人都挤在帐篷里睡觉，只有冷月还是睡在马车上。听着帐篷里的人渐渐的没有了说话声，于是冷月喂了1颗糖给马儿吃后，便快速的进了马车，然后闪进了公寓里。进去之后，他发现凌波和花熊居然相拥在一起睡着了。这2只啥时候这么黏糊了？摇了摇头之后，便迈着悠哉的步子去浴室洗澡了。要说为什么凌波和花熊今晚相拥在一起睡觉，那是因为就在前不久，花熊给凌波讲了一个自己亲身经历的鬼故事。故事里啊，有一天，花熊晚上在竹梢上睡觉，结果突然被一阵凉风给吹醒了。不知不觉天已亮，众人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忙活。随着早上如火如荼的忙碌，冷月花了2个时辰才把窑炉建好。哇，小妹，你这个窑炉建得好大呀，比我之前在镇上看到的都大。你们没见过的还多着呢，以后慢慢的就见多识广了。说着就起来去洗手了。待他起身之后，冷七凑过去窑炉旁边仔细的看了看，发现这个窑炉建得确实好，细节很到位，该留的通风口、对流口一个不差，任他这个家族世袭的工匠都挑不出错来。一想到主人家这么厉害，恐怕以后用到他的地方少，他就忍不住的落寞了起来。怎么，担心我以后会抢了你的饭碗？放心，我以后要做的事情多着呢，肯定是没有时间去搞这些。
所以你的用武之地还多着呢。接下来要建的房子，我会给你画好图，你负责看看有没有要改良的地方。咱们争取把房子建成世上最美、最特别，而且最实用的府邸。后面的落实以及监工也交给你全权负责，出了纰漏，拿你试问。冷七刚刚是落寞的，如今却是变得压力山大了。他图都没有看到，哪知道能不能建成冷月口中所说的世上最美、最特别，而且最实用的府邸啊？不过这个关头已经不允许他说不了，于是他狠狠心，咬咬牙，点头应了下来。接着冷月又要开始忙活了。窑炉的建成代表着可以烧制生石灰了，房子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因为很快就要小年了，他不能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还住不上房子。想着还有1个月就要过年了，冷月一行人是每天每夜的赶工。看着在忙活建房的众人，冷月想着，要不要提前雇多一些人来干活呢？这样大家既不会这么累，他们冷家的人还可以休息了。冷月这样想着，就决定中午吃完饭之后过去一趟江州。娘，二嫂，我吃完饭之后去一趟江州，你们要我带什么回来给你们吗？月儿啊，你又去江州做什么呀？啊？哦，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去看看，顺便买点东西。一听到冷月是要买东西，一旁吃饭的冷九看着他欲言又止，但最终到底是没有说出来。1个时辰之后，冷月便到了景和县。他先是拿出刚刚半路进到公寓里写的招工启事，然后贴在了县的公寓栏上，随后就走去买东西了。只见他一走后，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，想知道是贴了什么内容。哎，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？哪个识字的过来帮忙读一下？是啊，来个识字的。刘某来替你们读吧。哎，刘秀才，是您啊！哎，那感情好，由您来读给我们听，是我们大家的荣幸啊。刘秀才作揖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随后刘秀才便照着启事上的内容缓缓地读了出来。招工启事，目前需要30名会建房子的工人，1天70文工钱，包吃住，有意者1个时辰后在这里等待，有车接送。注：此次招工地区是海域地区，望大家知悉。众人听到这招工启事的内容，脸上顿时露出了又兴奋又纠结的表情。兴奋的是有这么高工钱的工作，而纠结的是要去那么危险的海域地区工作。我要去，毕竟这么高工钱的工作可是第一次见到。阿珍，你想去的话，我陪你啊，反正我们家也需要钱。又有一人说道。见2个小伙子都不怕死，很多人都蠢蠢欲动，也想去闯一闯，有的甚至还马不停蹄地跑回去通知村里人了。毕竟这么高的工钱，谁不心动呢？此时玉溪镇的元明村村长柳红正坐在自家的院子里的榆钱树下，思考着村里人的生计。老头子，你坐在那里发什么呆？赶紧过来帮忙磨豆子了。家里过2天就要来客人了，咱们得赶快把豆腐做出来，不然到时候没东西招待客人。哎，来了来了。也不知道咱们家柱子找到活干没？这接下来就快到过年了，家里还没有2两存银呢。哎呀，哎，不说咱们家了，村里1及2个邻村都一样，没几户是有这么多存款的，只能盼望着咱们家柱子能找到活干，哪怕累点也没事。就在他的话音刚落下，门外就传来了他们儿子的喊叫声。爹，您快出去，有大事！柳红一听，瞬间就把握着磨盘的手给放开了，然后麻溜地跑出去门外。出啥大事了，儿子？不会是咱们村出大事了吧？爹，不是咱村出事，是咱们村有大好事。啊？啥大好事？快说来！县里刚刚贴了一张招工启事，刘秀才给我们大家读了，说海域地区招30人建房子，70文1天，而且还包吃包住呢。所以我就寻思着，建房子肯定不是1天2天的事，指定最少也有大半个月，所以就赶紧回来告诉您了。您看看，要不要叫咱们村会建房子的一起去？这么高工钱的活可是第一次见呢。柳红听了他一大串的话，陷入了沉思之中。这海域地区那么危险，村里人去了，万一有危险怎么办？可是若不去的话，村里人的日子就难过。哎，安静！咱们村现在有了一个大好事，就看大家怎么决定。村长，啥大好事啊？县里发粮了，还是明年下收的粮税减了？是啊，村长，如果是的话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。这2个说话的是村里比较好吃懒做的汉子，整天就想着县里发粮给他们。一天天的不靠自己劳动，整天想着县里给你们发粮，滚一边去！
等会儿的好事没你们两家的份儿。两家人一听，立马就不乐意了。可是不乐意又能咋地呢？柳红懒得理会他们了。柱子今天去县里找活了，结果发现县里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招工启事，说海域地区要30名会建房子的工人，一天70文钱，还包吃住，并且有骡车接送过去。你们看看要不要过去？毕竟这么高的工钱，第一次见呢。柳红一说完，底下炸开了。海域地区那可是很危险的地方，去了会不会没命回来啊？是啊，听说之前瑞王带人去过，还死了2个人呢。可是人家富贵人家都敢去那里住，咱们这么穷，还怕什么？是啊，也没听说过海域那边冬季出事的。要不咱们搏一把吧？对，反正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咱们拼一把。很快的，商量结果出来了，有20个会建房子的男人说要去。好，那你们快即刻出发。人家说1个时辰后在那里聚集，现在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。众人一听，立马麻溜的回去收拾包袱，准备走人了。待他们各自回家之后，柳红对着儿子说：“柱子，你先拿着包袱去村口等他们。”好的，爹。这边村里如火如荼的准备走人，那边的雇主冷月正在成衣店里挑着衣服呢。哎，这眼瞅着时间就要到了，雇主的影都还没有见到，不会是忽悠咱们的吧？那应该不可能，人家都敢张贴在公告栏上了，怎么可能是忽悠咱们的呢？是啊，一般张贴在这公告栏上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再不济也是富贵人家，怎么可能会做出忽悠人的事儿？那行，那咱们就再等等吧，反正也不急那一时半会儿的。没过一会儿，冷月就驾着骡车来到了。可当他看到这么多的人时，心里又被震惊了一下。只见柱子率先高兴地喊道：“哎，姑娘，您来了，我们人都到了。”冷月看了他一眼，便点了点头。大家看到柱子的举动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位就是雇主。想必你们都知道我要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再次强调一遍，我要的是会建房子的。你们当中不会建房子的，现在站出来，别等到时候去了海域才说自己不会，那到时候就对不起了，你们只能从海域走着回去了，因为我是不会浪费时间送你们回来的，听到了吗？众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听着冷月这淡淡的语气，总感觉自己承受着很大的威压。随后没有人敢欺瞒，有几个不会建房子的都低着头从人群里走了出来。放心，这次要的是建房子的，等房子建好之后，年后呢我们还需要一大批干活的。这话一出，瞬间安抚了一些人的心。只见他们原本愁苦的脸很快就变得平和了起来。见他们没事了，冷月便开始数起了人数，有28个呢。你们谁会赶骡车？冷月朝着人群里问道。很快的，有3个家里曾经有牛的举了举手，支支吾吾的说他们也许会。冷月瞥了他们几眼，便让他们跟着他走。哎，柱子，你说雇主为什么问有没有人会赶骡车？是不是他以后要重用有这个能力的人啊？应该不是吧？我觉得雇主应该是想让那3个人赶骡车带咱们过去海域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雇主是要去临时买3辆骡车？那人一听，瞬间顿悟，歪歪呀，这要是真临时去买，不得不说这个雇主还挺阔气的，而且财大气粗的模样真是让人羡慕呀。啥时候他们也能有这一天呢？兄弟，你们哪个镇的？我们是玉溪镇的，你呢？哎，我们也是玉溪镇的。只见阿振比划了一下他旁边的兄弟，然后笑着回道：“哦，那咱们大家都是玉溪镇啊，我们是元明村的，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我们是你们隔壁上岭村的。那很近，看来咱们玉溪镇的都是胆大的啊。”柱子的话让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一扫之前忐忑的心情。哎呦，姑娘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呀？我此次前来需要买3辆骡车，而且你记住了，我要质量好的，明白了吗？那伙计一听，立马向他保证，一定给他挑最好的。过了10来分钟之后，就见到那个伙计带着2个同伴牵着骡车走了出来。姑娘，您看看满意不？我特意亲自挑的。看来你是个明白人，走吧，结账去。冷月满意的点点头。伙计一听，又开始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，心想：哎呦喂，这个月的奖金肯定翻倍呀！结账的时候，冷月还特意多给了那伙计20文钱，当作是他用心服务的报酬，把那个伙计又给高兴了一把。你就是迷傻我儿的狐狸精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你这个小贱人，长得这番模样出来勾引男人，我儿子就是看你才变得痴傻的。让开，我不想和你们这些傻子浪费时间。说着，冷月就一鞭子向拦住他前面的仆人抽了过去，瞬间把那仆人抽倒在一旁。
这一举动把后面赶骡车的那3个工人给看得目瞪口呆，频频吞咽口水。他们此刻是有点担心的，如果未来他们的工作稍稍懈怠一点，会不会也被这样抽呢？你们3个废物，一个女子都怕，再不上，本夫人回去就把你们给发落了。那3个人一听，立马是硬着头皮拿着木棍冲了上去。对付这种喽啰啊，冷月他不用下骡车都可以搞定的。于是3两下就把那3个人给抽得满地打滚，还有一个不小心吻到了袁氏的脚下，把袁氏给吓得崴了一下脚，然后扑倒在了那个打滚的家丁身上。那位家丁被猛地一扑，瞬间更是疼得发狠，然后接着理智全无的对着袁氏一顿乱踹。袁氏被踹得连连惨叫：“放肆！你这个蠢猪，喂，居然敢踹本夫人！看本夫人回去不打死你！”冷月见他们打作一片了，便趁机对着那个袁氏施展了精神力，让本来还疯癫癫咒骂着家丁的他，瞬间变成了目光呆滞的傻子。哼，又是个助长他精神力的肥料。冷月他此刻已经知道了，这位就是上次那个被他弄傻的县令儿子的娘。既然他们都这么讨人厌，那就让他们2个母子作伴去吧，反正都是恶人，为民除害，想必景和县的百姓都会感谢他的。咱们走吧，该回去了。月儿，这些人不会又是你买的吧？不是，是我雇回来建房子的，这样以后咱们冷家人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这话一出，冷云和冷山以及小林氏他们都是感动的不行。小姑啊，你真是对我们太好了。是啊，小妹，你真是对我们太好了。心中纵是千言万语，但说出来的也就只有这一句而已，因为太多的话他们也说不完。没事，大家都是家人，同甘共苦很正常。林家人则是羡慕地看着他们一家，毕竟谁家不想要个这么会来事的家人呢？行了，先带人安顿下来先。冷姨，你带着他们这28人去打母屋，接下来就让他们住在木屋里，然后打好之后再一起吃饭。冷一接收到吩咐，立马带着人去执行了。冷月又朝着冷六吩咐道：骡车上有我买的猪肉和骨头，你拿去，然后骨头单独熬一锅汤出来给我，其余的肉都一起做了。冷六点点头，然后开心地走去骡车拿东西了。当晚饭刚做好的时候，木屋也被众人搭建好了。闻着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，大家都是饥肠辘辘，特别是那28个人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气逼人的饭菜。你们说今晚的饭菜是咋样的？狗子吞着口水小声地问道。柱子答他：估计是好菜，不然不会这么香。看来咱们有福了。咱们这次估计是搏对了，这么好的饭菜，即使咱们大家家里过年都没这么好。这都还没看到，你们就在这瞎猜。很快的就传来了冷月的吆喝声：大家准备吃饭了，记住，吃饭前必须去水缸边洗手，不然不许吃。咱们以后一定得好好干活才行。那肯定，咱们也不是偷懒之人。见他们洗完手还在那里嘀嘀咕咕的，冷一便朝着他们喊道：别磨叽了，快过来吃饭。哎，好。当他们看着眼前的5大盆菜，口水瞬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。再说一旁独立出来吃饭的冷家：娘，二嫂，我给你买了新衣服，你们看喜不喜欢？林婆子和小林氏接过衣裙，瞬间是笑容满面的。哎呦，月儿啊，这料子应该很贵吧？这么滑溜，而且款式还很特别。哎，你这孩子，都说娘和你二嫂啊不用买什么东西，一看你又花钱。是啊，小姑，你买这么好的衣裙给二嫂，二嫂也没有机会穿呀。要不还是拿回去退了吧，钱你自己留着。怎么就没机会穿了？以后有大把的机会穿。而且你们忘了我请那28个人回来干活了吗？下午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让他们把你们替换下来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操劳了。两婆媳被他说了一通之后，就欣喜的接下了。娘，我还给外婆和大舅娘他们买了，在骡车上，你拿过来去给他们吧。我就不过去了，我还得给冷姨他们几人送衣服过去呢。林婆子愣愣的点头，直到冷月走远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乖乖呀，这闺女大采购呀。考虑到冷一到冷九你们这9个人呢，刚刚从牙行出来，没什么衣服换洗，我特意给你们各买了2套。这话一出，9个人都感动了一番。现在你们过来领走吧，领了回去烧水洗漱。很快的，几个人都按照顺序把衣服领走了。姚桂花他们一家6口看着已经离开的9个人，都是安静的站着等着冷月的安排。想必你们也看到了，现在仆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，所以以后咱们要按照规矩来办事。几人认为应该的，所以一直点头。以后你们在外人面前都喊我主子，喊我娘为老夫人，喊我大哥二哥分别是大少爷和二少爷，对应的我二嫂是二少夫人，
孩子们分别是小少爷和小姐，明白了吗？日子在一天天的忙碌中逝去，很快就过去1个月了。这1个月里，房子已经完成了90%。看着日益落成的房子，冷月的心中终于是有了一点期待感。冷家其他人更是，都是恨不得立马住进去这美丽豪华的房子里面。哎呀，月儿啊，这房子可真气派啊！娘去里边看了，光前院的房间呀就有好几10个，后院的话呀，娘瞅着房间似乎比前院的还多呢。小姑呀，咱们为啥要建这么多的房间呀？这么多咱们也住不完呀。小林氏看着这梦幻般的房子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是啊，小妹，咱们即使有10几个仆人，那也不用那么多呀。哎，我说你们2个，有的住还关心房间多的事儿干啥？月儿建那么多房间，肯定有她的道理啊。就你们嘴碎，问个什么劲儿啊？冷月见他娘难得的自己不问，还不许他2哥2嫂问，心里有些侧目。于是他就对着冷云和小林氏道：建这么多房间，自是考虑到以后的事情。1是子孙绵延，2是有客留宿，3是我有其他用途。这么一解释，冷云两夫妇便不再多问了。很快的，中午饭的时候到了，建房子的众人每到了吃饭的时间都是非常开心的。1个月的时间，他们日夜兼程的建房子，但都没有瘦，反而又壮又结实了。估计回去他们的家人都会大吃一惊的。今天中午的饭菜是野猪宴，因为考虑到今天房子就弄好了，工人们就要回家去了。乖乖，这么多菜，夹都夹不完，估计。冷山看着已经做好的菜，憨憨地说道。很快的，大家就全部聚了过来。哎呀，天哪，今天的菜怎么这么好？真是想不到啊！是啊，这么多好菜，我估计我今天的肚子要吃撑了。这话一出，就被旁边的人给笑话了。而被笑话的人一听，立马不服气地回怼了过去。嘿嘿，你每天肚子不吃撑的，还今天要吃撑？嘿嘿，切，合着你不是每天吃撑啊？哼！那人无语了。大家进来这段时间都辛苦了，看这儿进度，可能今天是最后一天赶工了，所以我备了些好菜，就当做是践行了。冷月这话一出，瞬间让那28个人心里破防了。天知道啊，他们此刻多么不想离开此地呀！冷谷主，以后还会需要人来吗？我还想来。柱子支支吾吾地问道，其他人也是连忙附和。是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还想来。冷月看他们一副特别不想走的样，心里很满意，因为这就是他最想看到的。他要让他们帮他回去江州，引流入户过来他的领地。年后也许会要人，不过到时候再说。先不说以后的事情了，大家先趁热吃饭。这么好的饭菜，大家都应该喜欢才对啊。冷月说完就自己先夹了来吃，见他吃了，众人才开始动筷。吃着到嘴的美食，众人的心情才瞬间变好了，不过也更加坚定了再次过来的心。想要富，先修路。这句话说的不假，不然贸易发展不起来。主子，明天早上要我陪着你赶骡车送他们回去江州吗？你想过去江州？冷月以为冷三是想去江州干什么事儿，所以便这么问。他哪里知道人家只是想陪着他而已。我想去。那你想去就去吧，反正谁去都一样。冷三得了许可，笑容更加灿烂了，这把冷月给看得不明所以了，心想有必要那么开心吗？翌日早晨，大家伙都早早的起床了。只见他们洗漱完毕之后，便有序的排好队站在了一旁。来，每人是2两银1000文钱，还额外给你们1条4斤的野猪肉，回去过年。只见冷月一说完，那些个工人都是感动的抹起了眼泪来。这么好的雇主，他们还真是第一次见呀。于是他们纷纷跪下来，声泪俱下的磕了2个头。都起来吧，大家的心意我都知道了，回去好好和家人过一个好年。要是招人，我会在年初8左右张贴招工启事，你们到时候可以留意一下。众人开心的点头表示收到。就这样，冷月带着冷三和林康各赶着1辆骡车，快速的送那28个人返程回去江州，而剩下的人全部收拾家当，准备入住新宅。1个时辰之后，众人便到了锦河县。阿珍、阿远，是你们吗？是我们。六子，你来县里干嘛？你们2个小子，我差点就认不出来了。看来你们这1个月过得很好呢。行了，快回去吧，你们爹娘想你们想得不得了。
两人点头笑了笑，随后便向冷月他们告辞了。现在已经到了，大家都下车回去吧。冷公主，那我们回去了，谢谢您一直以来的优待。走吧，咱们先去酒楼喝个茶，然后晚点呢再去吃个饭，顺便听听最近的时事。找了个景和县最大的酒楼，3个人便走了进去。哎呦，3位客官，欢迎，请窗边落座。待3人落座之后，小二便问道：“3位客官想喝点什么茶呢？我们来客居啊，有3种好茶，1种普通的茶。好茶分别是碧螺春、西湖龙井、大红袍，你们看看来哪样？”你们茶的价位分别是多少？普通茶水50文一壶，3种好的茶水分别是1两银子一壶。行吧，给我来1壶碧螺春。好嘞，客官，稍等。待小二走后，林康肉疼地说道：“表妹，1壶茶1两银子，也太贵了，咱们怎么不点个那个普通的就好了？”冷月抿了一下嘴，要喝就喝好一点的，1两银子，对于这种酒楼来说很正常。林康无语了，好吧，是他没有见过世面。很快茶就来了，还没等冷月动手倒茶，冷三就快速地伸手过去，然后拿起茶壶帮他倒上了。喂，你们知道吗？突厥国的2王子被咱们岳将军重伤了。喂，你们知道吗？突厥国的2王子被咱们岳将军重伤了。只见一个书生打扮的男子对着同桌的2个友人说道：“哦，你怎么知道？”哎呀，我忘记了，你们2个还不知道我大哥是千夫长，消息就是我大哥传回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岂不是突厥国很快就退兵了？另一个友人点头插话：“有可能，就是不知道他们突厥国会不会重新派个王子过来。对啊，我听我大哥说突厥国的大王子狡猾无比，本来突厥国是派他来的，结果他3个月前伤了腿，所以才没来，留给了他们2王子来。那这战估计还有得打。”哎，你说这还有2天就小年了，仗还打个不停，战场上的兵将们也是可怜，过年都没得过。没办法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此时，江府来了一位贵客。王爷，不知您临时大驾，有事远迎，望您恕罪。只见江琪低头哈腰的向华元瑞恭敬地说道，想他前脚还在小妾的房间里奋力耕耘，后脚就被仆从匆匆忙忙的进去打断了。要不是那仆从很快的就说出了瑞王来了，他都准备叫人打发他了。不必拘礼了，本王就过来看看。这话一出，阿依的嘴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，因为只有他知道瑞王此次过来是为了找吃的的。没办法，邻国边境太苦了，住宿条件苦，华元瑞还可以忍受，但连吃的都苦着他有点受不了，所以忍了1个多月，他终于忍不住了。那王爷您今晚要不就歇在江府，也好让下官招待一下您。江琪谄媚地说道。也好，不过本王要先出去办点事，晚上再过来。说完就带着安依走了，留下有些汗颜的江琪。快扶本官一把。哟，2位客官，上2楼雅座。华元瑞看了一眼1楼大堂，随后颔首点头，紧接着就跟着小二上了楼。哎，冷三，你看那个男子的气势好强大。待冷三反应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就只看到华元瑞2人的背影了，正面没有来得及瞧见。哎，话说你发什么呆呢？林康发觉自从他表妹出去买粮食之后，这冷三就开始盯着窗外发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没什么，就是看看窗外的人来人往而已。其实他在想，为什么主子不带他一起去买粮食呢？有个人搬运不好吗？哎，糟了，天快下大雨了，主子没有带伞。冷三突然脸色大变地站了起来，他想冲出去买伞送去给他主子冷月，但是很快就被林康给摁下了。我说冷三，你傻吗？下雨就下雨，卖粮食的地方肯定有雨伞，用得着你跑去送吗？而且你送一把雨伞顶啥用？粮食也遮不到啊。今天他们出来没有带他表妹那个防水的布，所以即使带伞过去也是不顶用的。冷三听了林康的话，便落寞地坐了下来。林康看着他那个样，心想，乖乖呀，这表妹买的奴仆也太尽职了吧，就因为不能送伞而变得不开心。哎呦喂！很快的，大雨如期而至。华元瑞站在2楼的窗边，看着这漫天的大雨，面色晦暗不明的呢喃道：“又下雨了，这是入冬的第2场雨了。”王爷，菜上齐了，
你快过来趁热吃吧。知道了。正当华元瑞准备转身之际，眼睛突然瞟到了楼下一抹撑着纸伞走来的倩影。他鬼使神差地向着楼下喊了一声：“姑娘！”那倩影顿了顿，便停下了脚步。随着纸伞缓缓抬起，凝乱的风雨中露出了一张让人神魂颠倒的脸。喊我？见华元瑞一脸思索又不回话的样子，冷月便不再理他了，直接抬起脚快速地走进了来客居的1楼。等着华元瑞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家人却已不见了踪影。王爷，菜快凉了。随着按1的话传来，华元瑞才悠悠地走去桌边吃饭了。此时元明村，儿子，来，娘再看看。哎呦，真是壮实了好多呀！娘，您已经看3遍了。哎呀，这孩子，娘关心你才看你嘛。行了，老婆子，别只顾着瞅儿子了，赶紧把儿子带的东西放好。柳红的话音一落，袁氏才暂时放过了柱子。儿子，看来你爹这次没老糊涂，总算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。柱子憨憨笑道：“那可不，您还不知道，我们那个雇主大方得很，顿顿给我们这些工人吃肉，饭还管饱，日子美的，我们大家都一度不想回来了。而且爹，那里一点都不可怕，山里还有很多猎物呢。我见雇主经常能从山上猎东西回来，野菜也很多。”听到儿子这么说，柳红的心里是有些神往的。那边真有这么好？我们都觉得挺好的。爹，要是咱们能住那边就好了。哎，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里夏季和秋季太可怕了。爹，要是咱们能住那边就好了。哎，儿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里夏季和秋季太可怕了。咱们即使去那里住，房子也顶不住。也是，咱们又不像雇主那么能耐，房子都建得那么坚固。柱子，你是说，你们那个雇主的房子很坚固，连大风都不怕？是啊，爹，雇主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材料建的房子，牢固得很，不像咱们是用普通的泥粘合的。柱子，那年后你们雇主说了还要招人吗？还不确定，雇主说了，如果招人会在年初8左右张贴招工启事。那好，到时候你喊一下你姐夫，让他跟你一起去。行吧，不过不知道姐夫敢不敢去。那等小年后爹陪你过去下岭村一趟。他这个女婿呀，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瞎了眼选的，胆小怕事还没本事。哎，本来还想着让女儿摆脱元明村的苦日子，结果也没见到好多少。这场冬雨下了足足2个时辰才停。冷月3个人回到海域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因为刚下过雨，路上泥泞不堪，3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溅了不少的泥点子，所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，3个人就是各回各的住处去洗澡去了。看着冷月急匆匆的去洗澡的样子，冷家人笑了笑：“你们小姑啊，就是爱干净。”可不是嘛，小姑是全家最爱干净的。小林氏也笑嘻嘻的附和道：“行了，大家伙啊，把粮食都卸下来，袋子外面也擦一擦啊，我瞅着呀也有点泥点儿。”哎，好的娘。小林氏应完之后就去找抹布了，紧接着冷山和冷云都走过来帮忙。公寓里，冷月畅快地洗着澡，虽然是建了新房子，但她还是不习惯在外面洗澡。一旁的花熊和凌波一边啃着野苹果，一边看着他们的主人洗澡。哎，你说咱们主人的身材算不算人类界的极品了？花熊嚼了一口苹果肉，含糊地问道。凌波漫不经心地回答：“应该是吧，我也不清楚，因为也没有见过其他母人类洗澡啊。”俺见过，因为俺经常在竹林的竹梢上，所以经常看到溪里有母人类洗澡。哎呀，那些母人类的身材。很快的，冷月他洗漱完毕之后便下楼吃了早餐，而吃完早餐的第一件事，他就是准备去山上试一下自己的异能。很快的，冷月就到了山脚下，把骡车拴好之后，他便进公寓里把凌波和花熊带出来了。主人，今天的天气挺好的，太阳照得我身上好舒服呀。舒服的话呢，等会儿过去山顶上多晒晒，反正今天中午咱们不回去了，就在山上吃午饭。
到了山顶晒了一会儿太阳之后，冷月便和以往一样分配了他们各自的任务。半炷香之后，一阵香浓扑鼻的味道回荡在周围，适时咕噜咕噜的一阵很大声的动子叫声从前边的草丛里传了过来。你们坐后，我去前面看看。结果不用冷月走近，那东西就把头探出来了。这时凌波和花熊也看到了。咦，你是黑蛇吗？凌波有些不确定地问道。黑蛇？难道我颜色是黑的就一定叫黑蛇吗？这么难听俗气的名字，不要放在我黑曜身上。哼！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们也有一个好朋友和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除了脑袋上没有那一个小角之外，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不过你叫黑曜，这个名字谁取的呀？还挺好听的呢。不过你叫黑曜，这个名字谁取的呀？还挺好听的呢。当然是我自己取的了，别人才不会给我取这么好听的名字。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。啊，你们那个朋友是不是守着一个墓？不是吧，他们认识他弟弟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他们是咋认识他弟弟的呀？这说起来呀，100年前的时候，他们两兄弟刚被他们的母蛇孵化没多久，就被他们后来的主人离王给抱走了。你认识他？你认识他？他是我弟弟。那你为何在这么远的地方呀？难道你也在守着墓吗？凌波这话一出，主仆3个心中突然有了隐隐的猜测，他们上次洗劫的不会就是这个家伙看的墓吧？哼，说起守墓这件事儿，就让我想到了不愉快的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啥事啊？我守的墓前段时间不知道被哪个王八羔子盗了。王八羔子冷月无语。那天我正在修炼，结果就听到动静，但是我不能打断修炼，所以就远程控制那些小黑蛇去攻击那个王八羔子。这话让王八羔子冷月没法接。结果不知道那个王八羔子使了什么法术类的，直接把我给击晕了。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除了黎王妃的遗体好好的，其他财物都不见了。所以我就气急了，循着一点点的气味就来到了这里。哦吼，原来这就是他跑过来这里的原因呀。结果不知道那个王八羔子使了什么法术类的，直接把我给击晕了。等到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发现除了黎王妃的遗体好好的，其他财物都不见了。所以我就气急了，循着一点点的气味就来到了这里。哦吼，原来这就是他跑过来这里的原因呀。那你找到了你口中的王八羔子了吗？还没有。其实一开始气味就很淡，只不过是我凭着100多年来的敏锐判断才跟到了这边而已。如今都找了这么久了，找不到就算了，反正只要黎王妃的遗体没事就好了。一虎一熊一人听到黑曜他的话，都是暗暗的松了一口气。突然黑曜又冷不丁丁的问道：对了，你们在这里这么久，有看到抬着1箱箱金银珠宝的可疑人物吗？花熊和凌波立马摇头说没有看到。哦，那行吧，看来是找不到了。不过对方那么厉害，我也省得去硬碰硬了。反正他的主人离王都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估计胎都投完了，他还是保住蛇命要紧，看看能不能争取再过个100年，让他修炼成蛟。冷月见他还算识时务，心里嗤笑了一声，随后对着他说了一声：不错，是个识时务的聪明蛇。刚刚听到你饿了，过来，请你吃一只蜜汁烤鸡吧。嘿嘿，毕竟拿了人家的财物嘛，所以对人家好一点也是应该的嘛。人类，你听得懂我说的话？与此同时，华元瑞带着暗一回到了邻国边境。王爷，前一会儿暗3传来消息，称咱们在北部和突厥国的探子全部死了。看来这突厥国开始更大的动作了。阿威，你传信给岳将军和姚军师，告诉他们务必严查军中，以防有奸细混进来。暗一也察觉到了事情的严峻性，所以马不停蹄的去写信传达了。王爷，估计这次那个哈萨卡布下台后，突厥国肯定会派他们的大王子哈萨卡特来。这个人比那个哈萨卡布还要组织多谋，而且心狠手辣，只要是他遇上的敌人，听说都没有逃得掉的。如果突厥国真是派他来，那本王就去会会他。待凌波和花熊满载而归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时分了。刚听到他们2个回来的动静，冷月就醒了。因为有黑曜在，他居然在户外舒服的睡了一觉。
黑曜此时睡了一觉之后，突然就想通了。以后我可不可以经常来找你们？黑曜他斟酌再三，决定主职还是看守墓穴，然后时不时就出来找他们玩，一举两得。可以，只要你自己不嫌累。黑曜见他答应了，金黄色的蛇眼瞬间熠熠生辉，看起来高兴极了。最后临别之时，冷月给了黑曜自己贴身的一块手帕，想让他以后能够精准的找到他。望着黑曜那如闪电般游走的速度，凌波和花熊特别的羡慕。好啦，咱们该回去了。随着冷月的一声令下，一虎一熊一人就开始返程回家了。傍晚，冷家的饭桌上，明天小年了，我来下一次厨吧，好久没有下厨了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你确定啊？会不会太辛苦你了啊？没事儿，我明天不用干什么，下厨也辛苦不到哪儿去。听到冷月明天下厨的事儿稳了，饭桌上的众人心里都高兴坏了。吃完饭之后，冷月被林婆子拉住闲聊了一会儿。月儿，饭年过后啊，你就19了。你告诉娘，你未来想找个啥样的呀？冷月疑惑地看了一下他娘，很好奇他为什么突然又问起这种事儿来。月儿，你放心，这次啊，娘可不掺和你的婚事，只要你觉得可以，娘都没问题。娘，你就别操心我了，我这辈子啊，估计都不会再嫁了，而且有我一直陪着你们，不好吗？哎，月儿啊，娘也想你一直陪着娘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娘今年45了，顶多也就剩下10几年的光阴了，能陪着你的日子呀不长了。所以呀，娘还是希望你再找个人一起过日子，然后呢，再生一对儿女。冷月知道做父母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成家，然后儿女成双，但是他们却往往忽略了儿女的意愿。娘，你别再说了，我的事情我来做主就好，你呀就享福就行了，反正大哥二哥的孩子够你忙活的。本来林婆子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却是被冷月给打断了。好了娘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去休息了。说完之后就独自走了，留下了欲言又止的林婆子。哎，这孩子。哎呀，咱们家跟着你小姑子呀，真是过得越来越好了，现在就跟那大户人家一样，啥也不用愁，孩子也有人教，吃的这方面又好。哎呀，想想是真幸福啊。可不是嘛。哎，娘啊，这有时候啊，我回想起从前，就觉得现在和做梦一样。小姑真是咱们家的福星呢。实话告诉你啊，你娘我怀着你小姑子的时候啊，梦到霞光万道，那就跟仙境一样。哟，真的呀？嘿呀，那还能骗你不成？确确实实的事儿。听到她婆婆的肯定回答，小林氏的心里唏嘘不已，心道：哎，果然是个有福气的人啊，出生就是不一样，都自带光芒的。怪不得小姑就是和常人不一样，啥都会不说，连老虎和熊都喜欢跟着她呢。听到楼下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冷月悠悠地睁开了眼，随后打着哈欠起来去洗漱了。哟，月儿你醒啦？早餐呢，冷六给你温着呢，你去吃吧。说归说，但他还是不敢离老虎和熊那么近，小林氏亦是如此。冷月见他们还是不敢接近凌波和花熊，便无奈地说道：娘，都说了他们两个很乖的，别怕啊，不信你摸摸他们。对于他来说，他娘是他最亲近的人，花熊和凌波也是他亲近的伙伴，所以他不喜欢看到两方有距离感。花熊和凌波听到他们主人的话，立马乖巧地蹲在了林婆子的跟前，把她给弄得不知所措。他此时特别害怕那老虎给他反咬一口，可是摸了几下之后发现好像没事儿啊。嘿，娘，他们好像真的很乖，很通人性哎。他此时特别害怕那老虎给他反咬一口，可是摸了几下之后发现好像没事儿啊。嘿，娘，他们好像真的很乖，很通人性哎。只见他说完之后，也小心翼翼地伸手过来摸了摸，很快的欢声笑语就充满了整个前院。估计从此以后，两个女人就不再惧怕这看似凶猛实则可爱通人性的虎和熊了。吃完早餐之后，冷月就让凌波和花熊去溜达了，他则是有事要忙活。两大只也对外面的大海感兴趣，便听话的出去溜达了。临走时还被冷月交代了，他们如果看到鱼的话，就捕几条回来吃。
两大只哪里会拒绝他呀，便开心的答应了。看着他们欢快的步伐，冷月的心里暗道，他们两个放出来是对的，不然整天在公寓里就知道吃吃睡睡的，运动量太少了。很快，冷月就从公寓里拿出了他存放已久的蒸馏仪器，开始对前天凿出来的盐块进行蒸馏。经过2个小时专心致志的工作，才把一半的盐块蒸馏完，还有一半，冷月打算中午吃完饭之后再继续弄了。一开门走出去，就看到院子里大家伙围着夸奖凌波和花熊的场面。哎呀，老夫人，这虎和熊真通人性，懂得把鱼抓到不说，还一条也没有咬死，并且还知道拿回家来，真是太乖了。说这话的是姚桂花。表妹，他们真是太乖了，还听得懂你的话。林健羡慕地说道：“他也好想拥有2只这样的动物呀，去哪都带着，肯定很威风。”表妹，怎么样才能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动物啊？这话一出，林康便给了他一个痴人说梦的白眼。你脑子又进水了？这种动物，你认为你能驾驭？你能找得到、猎得到？月儿啊，昨天小娘你做的那道香酥里脊肉和那个炸鱼肉丸子，特别好吃，娘现在还想着呢。想吃，等大年30那晚再做。听了他这承诺，大家不由得期待起了大年30的到来。女仆从房内，冷二和冷四2人正吃着刚带回来的午饭。如今这个与世无争的日子，其实也挺不错的。吃好喝好，活也不重，最重要的是主人家友善。冷二听完他的话，笑了笑，看你年龄还小，咋这么多感慨呀？其实我以前呀，是侯爷家的安卫，从小就和小侯爷一起长大，感情很好的。后来日益长大，我便禁不住爱上了他，而他也说喜欢我。紧接着我们就偷偷在一起了。我们也曾拥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，但是并没有长久。很快他就被侯爷夫人定了一门亲事，是郡王家的嫡女，从小金枝玉叶，端庄优雅，是我不能比的。唉，我知道之后就和他保持了距离，但他还是每天过来找我，整日和我说那是父母逼他娶的，他也很无奈，还说最喜欢的人只有我。我差点就相信了，但是后来我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耳光。我差点就相信了，但是后来我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耳光。有一天下午，我见着他搂着那位即将过门的未婚妻，你情我浓的好不恩爱。再后来我就没有在私底下见过他了，即使他来见我，我也是只遵从本职和他说话。他可能是见我不理他了吧，便从此没有再找过我了。听到这里，冷二关心地问道：“啊，那你怎么会沦为奴隶呢？”哼，我能沦为奴隶，就是拜他那位妻子所赐。原以为她是个端庄大方的大家闺秀，却没想到是个小鸡肚肠的女人。那个小侯爷没有来找过你吗？他要是来找过我，又何至于我现在这般？罢了，我也只是发了个牢骚罢了。现在的日子挺好的，总比以前不快乐好。哎，这说来呀，岳主子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了，感觉比任何的男人都强。以我这么多年管事的经验判断，咱们跟着他，只要好好干，以后不愁没有出路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而且至今为止，我最崇拜的女子就是岳主子了。人不但长得美，本事又高，好像就没有什么他不会的呢。吃完饭后，冷月又开始上楼搞他的蒸馏大业去了。又是漫长的2个小时过去，所有的盐块才被蒸馏成细盐。看着白花花的细盐躺在木桶里，冷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他决定明天再去凿2桶回来，然后拿去江州的府城卖。天哪，这是盐，盐还可以这么细这么白，真是不敢相信。主子，这盐您去景和镇买的？不可能呀，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市面上有这等精细的盐卖呀。这是我自己弄出来的，别的地方没有。这话直接把冷六给噎到了，这有点上头啊。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了一句话：主子，还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是你不会做的吗？冷月白了他一眼：赶紧做饭，吃完饭我还有事想忙。
冷月说完就出去了，留下冷六还在看着桶里的盐喃喃自语。很快的，饭菜就做好了。随着他大嘴巴的宣扬，众人在拿饭菜的时候都知道了冷月可以自制精盐的事儿。哇，这月主子真是无所不能啊！我刚刚尝了一下味道，比以前粗盐的口感好了几倍，做出来的菜肯定更加美味。那还用说，等会儿吃一下菜就知道了。仆人们走后，冷家人又围着冷月开始了各式的夸奖，特别是爱女狂魔林婆子，夸奖的话几十句不重复的。也幸亏冷家的其他人都是他的忠实听众，不然都得烦死他了。娘，好了好了，好好吃饭。你女儿我呀，就是天下无敌。这2句话都是冷月敷衍他娘的话，因为再被他这样说下去，胃都消化不良了。好好好，咱们大家伙好好吃饭啊！听着这魔性的笑声，冷月很知道啊，他娘肯定在饭后会继续他的表演的。另一边，男仆人房里一片热闹。这精盐做的菜就是比以前好吃。冷七嚼着菜，诺诺的开口说道。冷六听了，笑呵呵的。那肯定，我刚刚没尝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厨子，厨艺是一方面，但调料的品质也很重要。月主子这么厉害，以后的造就肯定不小。吃完饭之后，冷月就立马迅速的带着凌波和花熊去海边了。他可不想再听他娘的唠叨了。傍晚的海边，潮水已经退去，露出了一块块的礁石。随着冷月手电筒照去，很多的小螃蟹都迈着小腿儿，快速的躲进了洞里。来，花熊，你拿着木桶，我来抓东西。咦，主人，你的手上那是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您这是要抓什么呀？他一问，冷月才想起了要叮嘱他。哦，对了，等会儿你看到带有2个钳子的海物，千万别用嘴去叼，不然有你哭的。凌波见他的主人这么严肃地叮嘱他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就负责抓鱼就好了。行，你抓鱼。很快，冷月就抓到了5个大螃蟹，可能是这边没有人抓过它们，都是懒懒的，看到冷月也不跑，而且长得很肥美。紧接着，冷月又抓了好几个，看到这么好抓，他都抓上瘾了。直到潮水开始有了涨潮的迹象，他才停止了扫荡。今晚大收获，走，回去我给你们2个整吃的去。一听到有吃的，凌波和花熊的眼睛都亮了。今晚毫不例外，众人要加餐了。哎呀，小姑啊，没想到这些还挺好吃的呢，肉又饱满。上次我都说了，海里好吃的东西很多，以后你们别质疑就好。而且海鲜的营养很丰富的，只要不是吃的太多，对身体都有益。大家一听，心里都赞叹这大海的好。翌日早上，冷月吃完早饭，便带着冷三和冷四以及凌波和花熊出发去山上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众人到达了目的地。这里就是岩石，你们每人开采2杯篓，弄完就下山脚下。如果我们还没下来，你们就先等一下，知道了吗？2人齐声道知道了。看着冷月带着1虎1熊离开之后，冷四便转身准备干活去了。但就在他转身的那一瞬间，他发现冷三还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而他眼睛深情望着的方向，赫然是他们的主子离开的方向。他毕竟是个过来人，所以很快他就察觉到了冷三爱慕主子。花熊，发挥你价值的时候到了，你去附近找找，看看有没有灵芝之类贵重一些的草药，挖一些回来。挖的越多，回去我就给做越多的好吃的。花熊听到前面的话，先是感叹又得干活了，后听到后面的话，瞬间像打了鸡血那样熊眼骤亮。冷月已经摸透他们2个的脾性了，就没有美食解决不了的。随后花熊拎着一个大背篓，就开开心心的去干他的活了。凌波看到花熊有任务了，便咧着嘴等待着他主人对他的吩咐。冷月思索了一下，你今天的锻炼加重，1个时辰之内要猎到3只大型动物，不然中午不给吃饭。冷月之所以突然这么严格的要求凌波，那是因为他觉得以后凌波很多时候都是和花熊或者是自己出来溜达，如果没有足够的保命能力，而他又不能时刻的陪在凌波的身边，有危险也不能远水救近火，所以还是加强凌波的捕猎能力为好。凌波一听完，虎脸就耷拉下来了，看起来特别的不开心。别给我搞这出啊，乖乖去执行。
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有危险，记得好一想，别到时候被 KO 了，在地府里向阎王哭诉，说自己心狠。别给我搞这出啊，乖乖去执行。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如果有危险，记得好一想，别到时候被 KO 了，在地府里向阎王哭诉，说自己心狠。这眼看着时间就快到1个时辰了，也没有看到凌波的身影出现。假设如果有危险的话，那他应该会嗷叫才对呀。一旁的花熊专心致志地整理着背篓里辛苦采摘来的贵重草药，好像一点也没有担心凌波的痕迹。正当冷月要去找凌波之际，就见他满身伤痕地叼着一只死去的大老虎蹒跚而来。这一刻，冷月才觉得凌波成为一头真正的老虎了。果然，不逼他一把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。一看到冷月，凌波眼见着委屈了下来，把那老虎松口掉在地上之后，就听到他哭诉的声音传了过来。主人，凌波的身上好疼呀。冷月知道他肯定疼，因为他平时最怕疼了。但是成长的路上哪有不疼的呢？没事儿，回去我给你敷一下药，再给你做一份你最爱吃的烤羊排来补补就好了。凌波一听，瞬间感觉身上好像不疼了，可真是奇怪呀。看到他那个样子啊，冷月就知道安慰住他了。这货呀，视吃如命啊！不只是他，另外的一只熊也是。随后，他带着2大只，又拖着那只死去的老虎，再背着一大背篓的野鸭、兔子，才慢悠悠地下山去了。此时，山脚下的骡车旁，冷三和冷四已然在那里等着了。正当2个人相对无言的时候，冷四突然冒出声来：“冷三。”叫我？冷四点点头，悠悠地说道：“虽然咱们认识才短短1个多月，但毕竟是共事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爱慕月主子。”你想说什么？冷四见他这样，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说了出来：“所以我劝你，还是放弃吧。别说月主子不可能会喜欢你，就算是喜欢你，主仆之间也不会有好结果的。”好一会儿，冷三才悠悠地开口：“有没有结果，不是你说了算。你别管，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。而且，你最好守口如瓶，不然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冷四看了看他，便没有再说话了，心道：“罢了，人生万事，只有自己经历了、尽力了，才会大彻大悟的。别人去劝，也只是劝而已，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。”待冷月带着凌波和花熊回到山脚下后，3人及一虎一熊就出发回去了。他们要赶着回去吃中午饭。当天中午吃完饭之后，冷月就又开始足不出户的蒸馏戏言了。他要争取今天搞完，明天早上就带去江州府城探探市场，然后赚笔钱回来。你们如今有这么好的生活呀，全靠你们小妹和小姑。你们看看她，整天奔波劳碌的，都没有个停歇的时候。听完他的话，众人都是自责不已，觉得自己太没用了，没啥本事，全赖他们家的冷月劳累干活。奶，等我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好好孝敬姑姑。冷玉红铿锵有力地发誓道。小姑这段时间的劳碌奔波，她都是看在眼里的，心里也很心疼。但她不像小姑那样能耐厉害，小姑做的事她又做不了，只能是干看着。娘，我只会干力气活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帮到小妹什么。这话一出，林婆子立马瞪了她一眼。哎呦，可真笨呐！你就不会主动问问你小妹需要帮什么忙吗？或者你替她遛遛虎熊也行啊！这句话立马让冷山憨憨的眼神变得精明起来。对呀，这个活可以啊。紧接着其他人也挨个表了态。林婆子看他们都保持着初心，心里很满意。她其实并不是要他们一定要去帮她闺女干什么，只是想再次敲打一下他们而已，怕他们习惯了这种别人辛苦挣来的好生活，从而当作是理所应当。这人呀，最怕忘本，一旦忘本了，那这个人也就废了。他不想看到家里的任何人被废弃，所以作为一家之中最年长的那个人，他要履行起自己的责任，去时常性的告诫他们，提醒他们。翌日天光微亮的时候，冷月就起床了。今天他打算带着会经商的冷武去，他想要考验一下他的能力在哪儿，所以才能放心的把商业中心交给他来管理。外面何事啊？那么热闹。
楼下是个漂亮的姑娘，拖着一只大老虎来卖呢，真是实属罕见啊！看来咱们中午和晚上的饭是有着落喽。那有人一听，哦，这么神奇，看来这景和县卧虎藏龙啊！可不是，天下之大，能人却是屈指可数。咱们看看要不要结交一下他。就在冷月刚要走出酒楼大门之际，便被那2个中年男人有礼貌地拦住了。姑娘，请留步。何事？鄙人姓黄，叫黄金宝；鄙人姓钱，叫钱如意。冷月无语啊，合着都是跟钱有关的名字呀。知道了。那你们2位拦住我有何事呢？其中叫黄金宝的笑着道：姑娘，是这样的，黄某刚刚在2楼见到姑娘你拖着老虎的风采，十分敬仰，所以才想着拦住你结交一番。不知姑娘愿不愿意结交我们这2位中年老大叔啊？这话说得风趣，冷月没有起反感之心，或许这就是大商人的优势，讲话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。这世间能打老虎的不只是我一个，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。另外一个叫钱如意的接话道：虽说世间能打老虎的人不止你一个，但你的整体气度足以让识人之人一眼看出你不是一般能人。哦，那这意思是你们2位是识人之人。虽说世间能打老虎的人不止你一个，但你的整体气度足以让识人之人一眼看出你不是一般能人。哦，那这意思是你们2位是识人之人。虽说这么说有些自大，但我们2位确实是识人之人。不瞒姑娘你，我们2位是梧州的生意人，也是时常进入各国的游商。对于看人识人这一块，确实不敢胡言。你们是游商？冷月对于这个是比较感兴趣的，因为他以后建立的贸易中心也是需要合作很多游商的。是的，我们2个现在主要对接的国家是波斯国，但他们要求比较高，普通的物品都不感兴趣，所以我们俩才会周游南部各个地区，想要寻找一些独特的物品与波斯国交易。你们想与我结交，无非就是想要看看我手中有没有你们想要的独特物品吧。商人之间总会不经意间跟利益挂钩，所以姑娘勿恼。见他们2个这么大方坦诚，冷月也就不耍宝墨迹，嗤笑道：你们确实是有识人之术，我这里呢确实有你们所说的独特物品，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本事卖与波斯国。姑娘当真？是什么物品？是女人所需之物，而且还保证你们没见过。冷月想把护肤品先波斯国一步流入到他们的国家，把他们的市场给占领了。那姑娘究竟是什么物品呢？可否给我们一观？随后冷月便带着2个人来到了马车前。那姑娘究竟是什么物品呢？可否给我们一观？随后冷月便带着2个人来到了马车前。随着冷月进入马车之内，不一会儿便拿出了一套护肤品呈现在了2人的眼前。看着这稀奇古怪的瓶瓶罐罐，2个人更加茫然了。姑娘，你这些都是女人们的东西？钱如意问道。冷月就知道他们不识货，于是悠悠地给他们解释起来。没听说过女为悦己者容吗？这些是可以让女人的皮肤变得更细腻好看，相信波斯国的女人都会喜欢的。真的？不信就算了。冷月淡淡地回道：这套东西呢可以先送给你们，你们拿回去给你们夫人用，用好了提前捎信给我，我来出货，到时候你们再来拉货，如何？那2人一听觉得十分可行，就答应了。那姑娘，你现在可以报自己的名字和地址了吧？我叫冷月，家住在海域地区，要是捎信呢就捎去那儿。海域地区？他们没有听错吧？那地方如今有人住？就是你们想的那个海域地区，没有错的。好吧，是我们2位见识狭隘了。看来能人就是能人，胆量就是不一样。于是洽谈了之后，冷月告诉了他们使用方法，便带着冷武和他们辞行了，因为他们还要赶着去江州府城。老黄，你说这靠谱吗？不会是空欢喜一场吧？哎，人家都敢住海域地区了，应该是实打实有真本事的人，或许比咱们认识过的所有大人物都厉害呢。那咱们手上这东西真要拿回去给家里的夫人用？我说你平常不挺精明的吗？怎么这会儿这么笨呢？这东西咱们大老远送回去给自家夫人用啊。那不给自家夫人用，给小妾用吗？
他那夫人不拧巴死他才怪呢。钱如意见他那嫌弃的眼神，顿时没好气的怼回去。那你到底是说说给谁用啊？难不成自己用啊？这话一出，钱如意就悟了。对啊，自己用不就可以了吗？还可以高效的省出时间，用好了立马去捎信，一举两得呀。见他终于悟了，黄金宝才没有再嫌弃他。那老黄，你用还是我用啊？黄金宝瞥了一眼他的皮肤，鼻孔一张。你皮肤那么粗糙，肯定是你用了。这话一出，钱如意就不乐意了。你说我，你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，顶多比我白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要我说，两个人一起用。最后谁都不让谁，只能是两个人一起试用了。去往江州府城的路上，冷武犹豫了一下。主子，刚刚那两人是谁啊？他好像对他们有些眼熟，但又忘记了是在哪里见过。怎么，感兴趣？主子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们。去往江州府城的路上，冷武犹豫了一下。主子，刚刚那两人是谁啊？怎么，感兴趣？主子，我似乎在哪儿见过他们。他们一个叫黄金宝，一个叫钱如意，都是个游商。黄金宝，钱如意。突然的，冷武猛地想了起来。他们两个我认识，在4年前，我陪着我爹去过梧州的商业联谊宴会，也就是在那里见过他们。而且4年前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是我们梧州最大的丝绸商贾和茶叶商贾了。后来2年后，听说他们两家做起了游商啊，家族企业更加强大了。你们家原来是梧州的，那你们家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？冷月突然来了兴致，想知道。冷武也不瞒他，直接把他哥的事情说了出来。看来这玩女人的代价有些高啊！你不会是像你哥哥那样，以后也爱玩女人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自己得考虑考虑了，把商业中心交给他的事儿。毕竟这可是误事的行为呀。冷武一听，立马表示自己不可能，因为他哥的事儿，他都对女人敬而远之了，何谈会玩女人呢？尽管他表示不可能，但是冷月还是对他留了个心眼儿，打算以后再多观察他一段时间。五爷，您的相好过来找您了，正在店铺大堂等着呢。豪父，你给本爷滚进来！他的相好又怎么可能知道他是盐铺的呢？这好父这猪脑袋真应该敲一敲了。五爷，难道不是您的相好的？可我看她长得那么漂亮，您又一般都是喜欢大美人，所以可能误会了。男子一听是个大美人，瞬间就消了大半的火。大美人？他说有事找我吗？是，他说让我帮忙叫一下管事。男子听完，额头冒出了几条黑线来。这个蠢猪，人家就说找一下管事，他就傻兮兮的跑过来喊他了，真是蠢死了。随后他瞪了伙计一眼，便把账本放好走了出去。他要看看这个大美人找他这个盐铺的管事干什么。当男子出来盐铺大堂之后，冷月看着这管事定定地站在门口，眼神微微地打量了他一番，心想啊，这管事还挺年轻的。随后他便开口道：你就是盐铺的管事吗？站在门口做事，过来，我跟你谈个买卖。姑娘要谈买卖？可以，你随我来后院谈。行，那你让你的伙计把我在外面等候的人喊进来，顺便帮我们把马车拴好了，再让他跟你们的一个伙计提着东西到后院来找我。男子见女人丝毫不客气不做作的样子，不由得对她更加感兴趣了。行，你随我来，他们会去执行的。可以，你随我来后院谈。行，你随我来。倒了2杯茶之后，男子就开始开门见山地问道：来，姑娘，你说是何买卖？可千万别是个小买卖，不然你会浪费我的时间的。放心，这买卖估计大到你都做不了主。这言外之意似乎是知道他还有主子在背后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来我们盐铺的目的是什么？像眼前女子这种如此聪明之人，一看动机就不单纯。我都说了谈大买卖，你这人怎么神神叨叨？赶紧坐好，我来跟你讲讲我的买卖。掌柜暗自吁了一口气，很快的平息了心情，随后闭着眼睛不再说话了，想要听听冷月如何讲。我掌握了素盐的提炼技术，可以提炼出精细如细沙一般的盐，口感极佳，而且相对于粗盐，更减轻了对人体的有害影响。此话当真？空口无凭，你有何东西证明？
冷月笑笑回答道：“很快我的人来了，你就看到了。”哎呀，怪不得呀，刚刚还让他叫伙计帮忙抬东西，原来那东西是盐啊！很快，冷武就和一个伙计各抬着一筐东西进来了。因为有盖子，所以男子也没能看到是什么。伙计抬完东西进来，就识相的关上门走出去了。好了，东西如今可以看了吗？看吧。男子得到允许，便立马掀开了盖子。霎时间，白花花的细盐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随后，他为了试验盐的真实性，还用手指点了点，然后不顾形象的直接放到嘴里品尝。你真的没骗我，这真的是细盐。冷月瞥了一眼他那傻兮兮的样，没有开口，就等着他开口问合作的事情。这真的是戏言。冷月瞥了一眼他那傻兮兮的样，没有开口，就等着他开口问合作的事情。姑娘，我叫阿武，别人叫我武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咱们既然要合作，肯定要知晓对方的名字先吧。行，我叫冷月。那行，冷月姑娘，合作的事你怎么打算？我怎么打算？意思是我要怎样就怎样？那肯定不是，买卖嘛，总有个你来我往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你说出你的要求，我看看能不能谈。见时间也不早了，冷月便也不再逗他了。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我的要求是，我以提炼技术入股，拿2%分成，并每个月给我结算。还有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没得谈的。后面那句话直接堵住了阿武的嘴，让他把原本想说的话给咽了回去。直接买断不是更好吗？省得你每个月还要过来取，挺麻烦的，不是吗？冷月没有理他，只是自顾着续上了一杯热茶，然后悠悠地品着。这茶，一杯灌下喉只能解1时渴，要是慢慢品尝，一点点的下喉，既解渴又暖胃，又不涩。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喝呢？阿武见冷月心里跟明镜似的，顿时嘲笑自己的多此一举。这茶，一杯灌下喉只能解1时渴，要是慢慢品尝，一点点的下喉，既解渴又暖胃，又不涩。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择喝呢？行，这事儿要按你说的，我确实做不了主，所以我只能写信给主子，问他的答复。估计要明天下午才能给你答复。你看你是到时候过来，还是让人寄信给你？冷月早就猜到这个结果了，所以他一点也不意外。我明天还在，意思是他明天过来。那行，那就明天下午见。哦，对了，你这2筐盐先卖给我们盐铺吧，省得你们拿回去也不好拿。冷月就等着他这句话呢。可以，我按1两银子1斤卖给你们盐铺吧，虽然我吃了点亏。虽然阿武的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但也没有拒绝，直接去外面喊了人进来称重。不一会儿，伙计便称完重了。五爷，一共是220斤。行，你把银子给冷月姑娘吧，我来签字。随后，冷月接过沉甸甸的银子，笑了笑。银子我收到了，那我们就明天下午再见吧。待冷月2人走后，阿武立马就去桌上写信了，他要赶着等会儿就飞鸽传信出去给王爷。冷月猜得不错，这盐铺呢就是瑞王的，而这个阿武实则叫做暗武，是华元瑞的暗卫之一，也是他专门派去管理南部各大盐铺的人。此时太守府内，姑姑，爹一定要姑父给侄儿做主啊！那女子如此猖狂，不仅把侄儿还有几个仆从打成重伤，还把兴隆酒楼的掌柜给气傻了，实在是太不把姑父这个太守放在眼里了，一定要让姑父把他抓了，然后狠狠地教训他一顿。你也是，为何要去招惹这种暴力粗鲁的女子呢？姑姑不是刚给你选了2个温柔小意的妾室了吗？怎么不喜欢吗？他不敢对他姑姑说，那2个小妾被他玩废了，如今还卧病在床上呢。再说了，那2个小妾哪里有那个恶毒女人美呀？所以他才会忍不住去招惹她吗？于是他撒了个谎。姑姑，那2个小妾这几天感染风寒生病了，最近在养身体。那你不是还有你妻子吗？许氏当初不是千求万跪娶回来的，如今怎么又不喜欢人家了？一听到他姑姑扯这些，卢霍甲便不耐烦了。哎呀，姑姑，怎么话题跑远了？咱们刚刚说的是让姑父给我讨公道。现在不是扯那些玩腻了的女人的时候，他心道。卢氏见他的侄子不开心了，连忙安慰他。好好好，姑姑啊，等会儿你姑父回来，我就让他去给你找这个女子讨公道。好什么好？
他自己做错了事，还好意思让本太守给他讨公道？好，好，好，姑姑啊，等会儿你姑父回来，我就让他去给你找这个女子讨公道。好什么好？他自己做错了事，还好意思让本太守给他讨公道？只见一个长相威严、留着2撇胡子的中年男人大步跨了进来，而他就是江州府城的太守卢正。说说，你最近干了多少好事？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有个老叟来击鼓，说你掳走了他的女儿，至今未还。你来告诉本太守是怎么回事？卢霍甲看着他姑父如此严肃，心里是心惊胆战的，心想到这姑父是咋回事啊？之前他都是不管的，怎么如今却是算起账来了呢？姑父，那女子是攀龙附凤，自愿跟我的。哼，这谎话编的，猪都不信。人家要是自愿跟了你，那人家爹还会冒着挨板子的风险去击鼓告状吗？哼，以为本太守不知道你几斤几两吗？不知道你具体干了什么事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们卢家给本太守安分一点，再出什么大事，我就拿你们卢家开涮。卢正这话一出，不只是卢霍甲震惊，就连一旁端坐的卢氏也是震惊不已。老爷，你疯了，那可是我的娘家呀！哼，你娘家又如何？犯了事我得承担责任，别老是让本太守擦屁股。此时海域地区，林婆子正望着大门外，神情蔫蔫的，一看就知道在等待她闺女回家呢。见她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小林氏便喊道：“哎呀，娘啊，小布兴许晚上或者明天再回来呢。这府城那么远，而且还要办事，肯定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。您就别等了，先过来吃饭吧，这饭菜都要凉了。”是啊，娘，阿花说的对，府城这么远，来回都要4个时辰左右，估计太晚了。小妹打算玩一下，明天再回来了。冷山见他的2弟夫妇都开口劝了，就想着自己要不要也劝一劝呢。可是他的嘴那么笨，万一又被他娘给骂了咋办呢？哎，算了，拼了，骂就骂吧。作为大哥，他总得表个态嘛。于是他挑了个最不会被骂的话说道：“娘，小妹估计现在在吃饭呢。”果不其然，林婆子听了他这句话，便悠悠地收回了望向门外的目光。哎，估计也是，这个时候了，你们小妹估计正在府城吃饭呢，咱们也吃吧。其实啊，林婆子无非就是担心她的闺女饿着肚子，所以才会一直等着她回来吃饭。冷云夫妇见他们大哥这次很聪明，便暗地里给了个赞赏的眼神给冷山，这把冷山可给洗坏了。原来动动脑子再说话其实也不难嘛，他怎么以前不会呢？真是笨呐。而另一边的江州府城，冷月正带着冷武逛夜市呢。没想到这江州府城的夜市这么热闹。主子，其实梧州的夜市更加好看，更热闹，到处人山人海，有时候还人挤人呢。哦，看来以后得要去梧州看看了。好，那到时候我来给您带路。行，希望到时候的你啊，能够变得更强大，强大到比任何的同伴都要有资格站在我身边。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呢？冷月的话让冷武一头雾水，他就带个路而已，需要很强大才行吗？不妨提前告诉你，你主人我的野心是成为一方霸主，也就是说，未来我会把海域地区建成一座坚固的城池，成为这片领土的主人。这句话震惊的冷武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知道你此刻的心理想法，只能说你真的还需要磨练一番。你的主人我如果没有任何的准备和预算，怎么可能会告诉你这些？所以你的思想和行动还是太稚嫩了，需要更多的学习沉淀以及实践，才能够让你变得更加成熟强大。未来我的身边会出现更多的能人强将，如果你比不得别人强大，那就只能在后头蹲着。这也是冷月他为什么要让冷武变成强者的原因。未来我的身边会出现更多的能人强将，如果你比不得别人强大，那就只能在后头蹲着。这也是冷月他为什么要让冷武变成强者的原因。冷月的话让冷武感到深深的挫败，原来主人什么都知道，连他心里想什么主人都是一清二楚的。果然啊，这就是强者，只要你一个表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，他就能很清楚的知道你所有的想法。只见主仆2人走着走着，主子，前面就是花楼了，你应该回去歇息了。冷月闻言却是无动于衷，花楼又如何？他就是要带冷武过去看看这冷武对花楼的女子的反应如何，能不能把持住自己的心。
走，咱们去花楼看看。主子，咱们真的要进去？怎么，害怕进去吗？对于这种场合，害怕也不行，直面面对才是最好的。您也知道，我对女人现在敬而远之。那我不是女人，而且海域以后也会有更多女人，你总不能都不跟女人交流了。那样的话，你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呢？冷月这话说的让冷武无话可说，他此刻知道了，他的主子其实是在让他学会克服自己讨厌的和不擅长的。这主子都发话了，冷武便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了。冷武，表演不好看吗？你为什么不看？主子，我发现我还是做不到直视这些烟花女子。他明明刚刚已经想通了的，但是一到了真正面对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还是做不到。做生意之人不单单只是靠天赋而已的。你爹当初带你出席过宴席，难道你没有学到他身上的圆滑与逢迎吗？即便再不喜欢，你都要装作喜欢，然后你要去迎合大家的口味与兴趣。在你没有强大到商圈都认可都尊敬的地步，你是没有资格去自主选择喜好的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懂得的。而且如果是商品的高质量带动你的地位，那我也不需要你了。我为什么需要你呢？合作的商品都是别人来求着要的，不是你费尽口舌与交际谈的，那这样你就只是附带作用，而不是起大作用在里面，懂吗？冷月是真心的觉得自己对他已经够好了，很少有人会让他费这么多的心思与口舌去教他，除了他娘，这冷武好像是第二个。没办法呀，商业这块至关重要，关系到海域地区以后与其他地区甚至是其他国家的贸易。冷月他必须要一个能扛起大任的来帮他执行。冷武被冷月的话再次点醒，好一会儿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明白了，主子，我以后一定改，请您给我一点时间。行，我再给你1个月，1个月之后见不到改变，那你就做回一个普通的打杂的仆人。不是他冷月心狠，这个就是人生，这就是现实。你做不到，那就换别人来做。没有一个成功的老板在等着你慢慢学会的，毕竟他该教的、该付出的都已经给过了。